前阵子美国心脏学会发出警讯，说168断食会提高91%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。那这几年呢，168断食非常的流行，因此消息一出来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就让我来分析给大家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Lin。研究发现，实行168断食会提高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风险。看到这个研究结果，大家一定很惊讶。这份研究的发现是：一、实行168断食比正常饮食，也就是进食12到16小时之间的人呢，死于心血管相关的疾病的风险高达91%。二、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采行168断食，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增加66%。三、癌症病患来说，维持在16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进食，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。四、无论是一般族群、心血管疾病或癌症患者，进食时间小于8小时，都与较高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有相关。以上这4点是这个研究的最新发现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接下来要以我过去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以下5点，会使168断食对心血管系统和心脏病的患者增加死亡风险的原因。第一点，食物的质。许多采行间歇性断食的人只在乎进食的时间限制，并不在乎食物的质，所以很有可能吃进不健康的食物或大量摄取到精致淀粉、糖分，这样会使血糖波动很大，过程中也容易发生低血糖。那严重低血糖的话呢，会造成血栓形成，增加血管发炎，使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失调，心律不整，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化。而且低血糖的时候，身体会制造更多的肾上腺素与正肾上腺素，来试着让身体可以正常运作。长时间下来呢，这样会让人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。过往就有大型研究发现，严重的低血糖会增加心律失常、心脏病发作与猝死的风险。第二点，食物的量。有些人在做间歇性断食的时候，会对自己非常的严格跟克制，使得食物总分量和总卡路里是不够的，这样也会容易造成刚才所说的低血糖现象。食物摄取量不足，常会发生在想减重的女性、因放疗而食欲不佳的癌症病人，或是用极端方式来养生的族群。食物量摄取不足，造成常见的症状有：人很虚弱、头昏、体重快速减轻、白发、掉发、女性突然停经、便秘。第三点，总进食时间。我有许多慢性病患者，我最常请他们做的其实不是16-8，而是14-10、12-12、10-14的断食法，甚至是帮他们客制化进食时间。我会避免一开始就让他们采用很极端的方式，尤其是年长者或者是慢性病患者。癌症患者尤其是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若是刚在手术后、放化疗期间，饮食量不够、热量不够，都容易导致伤口恢复期拉长，或是因为红白血球数量上不来而导致化疗进行不顺，甚至中断。那这次研究也发现呢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，每天在16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进食，可以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。第4点，报复性饮食。临床上我也有观察到，有些做长时间，像20小时或是18小时断食的人，其实忍不住断食这么久，一整天下来到傍晚，最后都会破功，然后就是饿到不行，然后大吃一顿，这是所谓的报复性饮食。这样破功式的间歇性断食，反而会让血糖忽高忽低。血糖波动过大的过程中引发的低血糖，如前面所述，会增加心律失常、心脏病发作与猝死的风险。第5点，黑咖啡。很多人断食的时候呢，爱喝黑咖啡来抑制食欲，但有研究发现，第2型糖尿病患者相较于一般人对咖啡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。但有研究发现，第2型糖尿病患者相较于一般人对于咖啡的反应是不同的。咖啡因会使第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阻抗更严重，会使血糖容易上升，这样就会加重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因此，我建议第2型糖尿病患者尽量降低对咖啡因的摄取。用以上的5大点来分析，相信大家就更能理解进食的时间、食物的质与食物的量，需要各方面都兼顾，才能够达到饮食治疗的最大功效。同时呢，也要考虑慢性病的状态哦。因此，执行间歇性断食建议要找专业人员咨询，才能够确保有效性与安全性。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健康聊心室里，有一系列的3高慢性病与健康养生的影片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注意观看哦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难杂症，也欢迎大家预约我们的国际视讯公益咨询服务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很实用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或分享哦。健康聊心室，我们下次见。